哎，这干嘛呀？这是啊？哎，怎么了？林青青，干什么？啊！你们干什么？干什么？干什么？放开我！放开我！什么呀？堂妹，你们全家马上就要把牢底坐穿了，这感觉爽吗？林青青，是你，我可没少帮你，居然反手就把我给举报了，你为什么？帮？你们全家吸干我爸妈的血，现在轮到你们了。我林青青马上要去城里享福了，你们全家就等着把牢底坐穿吧。林青青，你不得好死！我怎么会放过你的林青青？你去死吧，林青！不是，这作者啥脑回路啊？一家子一个比一个极品，吸血的林老太，被迫下乡的大房，互相残杀的二房和三房，什么狗剧情啊！这大烂玩纯诈骗啊！醒醒，快醒醒！跟个懒猪似的，准备懒死在这个床上了。啥情况啊？这是林七七，还高中生呢，我看啊，这高中学位就应该让给我，省得浪费。不是，大姐，你谁啊？林七七，睡傻了吧？我是你堂姐林青青。堂姐林青青，堂姐，这我穿书了，穿着我看到烂文中的恶毒女配林七七。你脑子里是装了猪大粪吧？赶紧起来！那这么说，3年后我就要和全家一起入狱了。不行，我林七七作为21世纪守法好公民，可不想进去啊！口粮、学费、镯子。桩桩件件，林青青，这辈子有我没你。起来啦！我林七七了，林青青，你不是女主，不是要害我全家入狱吗？我要是不好过，你也别想好过，死我也要咬下你一层皮。书中我全家都是反派，但是没关系，只要极品到极致，就不怕过不上好日子。穿都穿了，绝不能走原著剧情，就是要过好生活，顺便带着我这个小家过上好日子。这是我大哥林青书，扮猪吃老虎，纯纯斯文败类，却终没敌过女主光环，在黑市赚的钱不仅全部赔光，还丢了狗命，可怜啊！大哥，你想说什么？原书中林青青的金手指是一块玉，本就是我大哥先找到的。空间能种田囤物，洗髓拔毛的方形玉佩，林青青靠它发家的神器。大哥找到它，却被女主光环坑得家破人亡。这次他必须是我的。大哥，我快过生日了，我喜欢玉。好，大哥会给你弄一块。那你只能送给我，不能给别人。我这大哥最糊涂，这也是他能够在黑市赚到不少钱的原因，定是能够听明白的。放心，我可是你亲大哥，肯定不会亏了你。等着，晚上哥就把玉放到你房间。谢谢哥哥。七七姑娘，七七丫头，一会儿和亲丫头一块儿去替你二伯，他还得上班，这么多粮食他一个人弄不回来。七七还要上课呢，迟到了怎么办？迟到就迟到，迟到还能掉块肉是咋的？
赶紧去啊！啊，行，我去。大哥维护你呢，你怎么还拆台呢？哎，放心吧，哥，我自有打算啊。一步步里嘛，好主意。一步步里跟着女主，看看她女主光环咋来的，顺便给她霍霍。哎，撞死你！我。哎呀，这日子现在不好过呀，太难了。家里已经断粮3天了，要是粮店再不开门，小妖就要饿死了。什么时候才能排到啊？七七，前面那么多人，咱们怎么进去啊？这家还有多少粮食？怎么进去？肯定要没素质的进去啊！让一让！我80岁的老母亲带着我1岁的儿子等着我去接替位置呢，让下！怎么回事啊？我爹在前面排队，大家行个方便，让我过去呗。咋回事？为啥你们都让他过去？什么时候放粮食啊？大爷，我爹在前面，不好意思让下来，谢谢。怎么这样啊？对呀，来，琪琪来了，还推个大车，等一会儿吧，还没开门呢。尊老爱幼，人家自然下意识避让。这女主现在竟然还要追求素质，家里米缸早见底了，一家10几口人都饿得头晕眼花，管她什么素质，抢到才能活下去。哎，让！对，让一下！哎，你说这急什么呢？怎么这样？爹，我奶让我给你带的早饭。对呀，晶晶，辛苦你和七七了。对呀，你们正好位置，我去那边吃。什么呀？什么时候好啊？我不过是来晚了一步，我爹竟然就觉得他有功劳，什么都要跟我抢，真是个烦人精。黑心肝儿的呀！我在这排了一晚上了，刚刚上了个厕所，一回来出来就被人扔了，谁扔的？出来！老奶奶，您来我这儿吧。这位可是市棉纺后勤处王主任的亲娘罗老太，和老太太处好关系，我的工作就着落了。这罗老太精神抖擞，嘴上还有今天早上没干的猪油，绝不可能排一晚上队。明明就是倚老卖老，想要插队。以我对小说女主的了解，无利不起早。如今她想当圣母，定是有利可图。我林七七绝对不能让她如愿。想插队，不行。这老太太不是插队，她只是去上了个厕所。人有3急，谁没有点困难的时候？你有没有同情心啊？林青青，咱们全家10几口人都等着粮店开门换粮呢，换不到粮就得饿死，你怎么不说呀？把你的假好心收起来吧你！哎，老奶奶，你别走，我的位置给你，我去后面排队，你站我这儿。哎，林七七，你干嘛？我说了，你想换位置不行，你想做好人那是你的事儿，别想着全家都陪你饿肚子。林七七，都是因为你，让我到手的工作都没了。我恨你，总有一天你和你的一家子都要被我踩在脚下，永远不能翻身。林青青，原女主，别说你原本不占理，就算你本身占理，我也有作为恶毒女配应有的觉悟。有我林七七在，你想做的每件事都别想如愿。按照大哥的明白，玉应该到手，那可是空间啊，金手指绝对不能有任何闪失。哇！怎么没有了？一定是他，林青青，绝对不能让他拿到空间走原书剧情。我林七七必须将空间抢到手。哼！林七七，谁让你进来的？拿来！拿什么？莫名其妙。
还给我，我的玉。自己丢了东西跑来诬陷我，什么东西？我没拿，这是我的房间，你给我出去！贼喊捉贼是吧？不承认？恶心！什么女主，简直专挑家里人下手的刺客。别说中，女主将我们一家人当瘟疫，躲我们远远的，一靠近就是为了毁了我们，让她这样的人强大起来，那我哪还有活路？你干什么？林七七，你疯了！撒手！哎，你干什么呀你？林七七，你要发疯出去发，不要在我房间发疯。装平静，哼！早上装圣母都生气的人，现在被我翻屋倒柜反而不闹，玉肯定在你身上。哼，还想藏是吧？林七七，你干嘛？你是不是疯了？你干什么？像一阵细雨洒落林七七，你发什么病啊？你今天松开我！你欺负我！我告诉咱奶，起来！七七，七七，你都已经有上高中的名额，将来考上大学，你想要什么好东西没有啊？现在这个能不能先让给我？你考不上大学跟我有什么关系啊？凭什么我要让给你啊？奇怪，之前我只要这样说，林七七早就将东西给我了，但这次是怎么回事？这东西不属于你，你开个价，我买下它。这是我的玉，不卖。哎，七七，不知道为什么看到这块玉，总有一种感觉，它属于我的。我有5毛钱，我给你，这是我的私房钱。你想都别想，这一次金手指、女主光环、女主机遇，都只会成为我林七七登上人生巅峰的嫁衣。林七七，我告诉咱奶，七七丫头，开门！这空间、金手指，我势在必得。林青青，你就等着吃瘪吧！开门！死丫头，这么长时间在屋里头干嘛呢？是不是偷着藏私房钱啊？哎，去！哼，死丫头，你不说七七丫头藏了1块钱的私房钱，钱呢？奶，钱这么重要的东西，他们当然是藏在自己身上了。您不信的话，您搜。是吗？林七七，你怎么那么不要脸？污蔑我的人才更不要脸吧？我污蔑你？不可能，怎么会没有呢？哭，你就知道哭，你自己没出息，竟然敢冤枉你妹！你爹妈回来，你看我怎么跟他们说！奶，你相信我，他们真的藏了私房钱，我们再搜一遍，肯定是有哪个地方还没有搜到。鞋底，他肯定是藏在了鞋底。七七丫头，赶紧把鞋翻出来，赶紧的！翻就翻，姐行得正，坐得端，才不怕你翻。翻，仔仔细细的给老娘翻！你要翻不出个鸟毛来，你看我怎么弄你！苟住，一定要苟住！
我林七七必须要拿到女主的金手指，不然一环扣一环，我林七七也难以阻拦被女主害死全家的结局。没有，怎么可能会没有？呸！你这个赔钱货，闹够了，连个响屁都没有！你竟敢冤枉你妹！滚去做饭去！今天晚上少做一个人的饭量，喂猪也不喂你这个谎话精！只差一步，到底是哪里出了问题？我总有一种强烈的感觉，要是这一次找不到那个玉佩，我就会失去一件非常重要的东西。你还愣着干什么？走啊你！走啊！哎呀妈！为了开关，为了保命，这点苦是我林七七应得的。我的，终于是我的了。林青青，你的金手指终于归我了。我的天，这地方真的真实存在？天，河流、大房子，还有拖拉机，我没看错吧？怎么，我一定是在做梦？我的天哪，成功了！这也太绝了吧！这哪里是脱胎换骨，这简直就是稀碎砝码！林青青，你做梦也没有想到吧？你的脱胎换骨，现在是我林青七的了！一股难以形容的清凉自喉咙滑下，穿透血液，流入四肢百骸，沉重的疲惫一扫而空。是啊，从今天开始，我林七七种地致富变强，对抗命数，我们全家翻身，现在才刚刚开始。生命之泉，长期饮用可排除体内毒素、湿气，强健体魄，延年益寿；外用可加速伤口愈合，洁净肌肤，乃洗髓筑基之宝。空间土壤特性，蕴含混沌灵气，
一切植物栽种于此，生长速度可达外界的10倍以上，且品质绝佳，蕴含微弱灵气，是培育顶级灵芝之沃土。时空法则，空间时间流速与外界完全一致，空间无法携带除认主者外任何活物进入。10倍生长速度，能让普通人脱胎换骨，效果逆天的灵泉，还有这取之不尽的泉水。10倍速，黑土地，灵泉，现代农机，全套农业科技。有了这个金手指，何止是狗命啊！3年后，狗屁的牢狱之灾！我要带领我的反派全家，在这60年代过得比那些城里的大官还要滋润，顿顿有肉吃，天天穿新衣服。我要把那些林青青想都不敢想的日子全都变成现实。等我林七七种下第1颗种子，就是打翻这原书的烂剧情，带领全家成功走向新生活的开始。娘，闺女，你掉粪坑里了，这么臭。我干了会儿活。你学校让你去拉大粪去了。来，我跟你要点水啊，你赶紧冲洗干净了啊。行。来，快坐吧。来，我给你搓吧。哟，闺女，你怎么这么浪费呀？我这一块肥皂啊，你怎么给我干成一半了？您这不是嫌我臭吗？哎，娘，轻点。好，我这里万事俱备，就剩下种子，便可以开始种植东西，开始我林七七的致富之路了。大伯在乡下应该有不少种子。娘，您觉得我大伯是个什么样的人？好好的，你提那个晦气玩意儿干啥？娘，您说心里话，您觉得我大伯是个什么样的人？你们老林家最憨最傻的一个，比你那二伯还傻呢。怎么说啊？还能咋说？好好的城里户口，因为你奶作妖，说不要就不要了。本来的退伍军人丢了多少好处啊，还去下乡种地了，也不知道啥时候才能回城里面呢。下乡种地，那定是有很多种子，太好。哎，娘，今儿发票挣，明天不上班，孩子们也不上学，咱家要不嘎几两肉改善伙食？吃，你就知道吃，还嘎肉，嘎你的肉好不好？混蛋玩意儿，吃的时候这嘴比谁都会说，干活的时候咋没看你这么勤快呢？混蛋玩意儿，早晚把家里都给吃空了。娘，不嘎肉吃几个鸡蛋总行吧？鸡蛋票不是发了吗？要不……这嘴咋这么臭呢？是吃大蒜了还是咋的？娘，你也不能这样偏心吧？天宝一天俩鸡蛋，我们这些儿子孙子1个月想吃1次鸡蛋都难。你看青丫头瘦的，这要是风大，人都得吹走。爱吃不吃，不吃滚蛋！就这不值钱的玩意儿，还想和我们天宝比？天宝以后是要考大学的。
就你一个看大粪的，配和他比吗？哼，多吃点，明天都给我早点起，我有任务交代。谁要管你林老太的任务？姐可是要凭借空间种田成为首富的。等姐搞到种子，这吸血的林家，姐是一刻都不可能再待下去了。丫头们起床啦！哎，这两个赔钱货，一大清早就不在屋里边，这是要反了天了吗？我这川淑女携世传到60极品家，出门送锅，就碰到了晴天大暴雨。老天，你玩我呢？怕啥？我是恶毒女配，难道还要天意气血不成？这一上午的雨，应该也是停不了了，不能耽误时间。种子，我来啦！有力来，有力，1、2、3。对不起啊，周大哥，我脚滑了，这下更难推了。没事，不要紧。周大哥，你等着，我好像看到一个长了脚的锅，或许能够让他帮忙，我去问问。哎，老夏，我们的卡车陷在泥坑里了，过来帮我们推一下。大雨天，路上还有拦路的男人，不会是什么坏人吧？老夏，你干嘛？抢劫啊！是男人，是啊。是你啊，同志，你别误会，看见你用铁锅盖头，还以为你是男同志，所以我就想让你帮我们推下车。你要是不信，看看我们的车。可惜了，我这一斧大概已经斩断了和帅哥的情缘。算了，既然无缘，那就做做好人好事吧，说不定还能得到点报酬。军用粮票好像很顶用。不好意思啊，我不是故意的。新成这样，还想靠人力推出去，这是把自己当牛用吗？你们谁先去砍根木头？我来。如愿有意无意遇上，共你初次邂逅，谁没有遐想？诗一般的落霞，酒一般的夕阳，似是月老给你我留印象。这一刹情一縷，影一对人一雙，哪怕熱熾愛一場。这样可以吗？放到车底下吧，试试去。同志，谢谢你啊！要是没有你啊，我们不知道要耽误多少功夫呢。太客气了，下次遇到这种事儿啊，别想着光有蛮力，人力气再大也不能当牛使，对吧？现在没什么事儿了，你们快走吧，走吧。有些可惜没拿到报酬，但是有撑伞小帅哥贴心服务，也值了。这么大雨天，你这一个人是打算去哪儿啊？如果同路的话，我们可以捎你一段路，是吧，周大哥？肯定不顺路。哎，你先说说嘛，没准呢。槐花公社。真的？太巧了，我们也是去槐花公社啊！咱们一起吧。不用。小郑。哎，西西同志，你知不知道刚刚你的一镰刀，也幸亏是我，换做别人肯定废了。哎，你背那大铁锅干啥？这大铁锅呢，是我给我乡下的大伯带的，还有这镰刀和斧头，乡下都比较缺这些东西，都是给我大伯带的。你对你大伯真好。哎，你也是西域市的，
哪个街道的呀？哎，你认不认识一个叫做林青青的女同志啊？她跟你同姓。刚刚都没注意，原来这是赵福生，林青青的深情舔狗男二，退伍后留在新浴室发电厂。林青青杀人他能递刀，林青青要弄死一家子也是他的主意。呸，狗东西！我要下车。我是不是话太多了？这是话多的事，这是要命的事。我是恶毒女配，你可是女主的工具人，专门来叨我的。麻烦停一下，我要下去。下去。对不起啊，七七同志，我不说话了，你别跟我一般计较。赵福生，你下去。好。君子这是队里来的，车接车送，说什么大牌了？这么大牌面，哎呦，干嘛来的？不是犯事儿吧？这车够气派。谢谢。谁拿的？大锅呢？哎呦，这可是钢筋锅啊！哎呦，这好东西！这是口钢筋锅啊！真不错呀。在这样啊，铁锅铁器都很稀缺。大婶，我是来找我大伯林仲武的，你们知道他家在哪吗？你是林队长家侄女吧？啊，我知道。哎，跟我来。这是带你去啊！亲戚啊，丫头，这就是林队长家。林队长这会儿可能不在，你试着喊他媳妇。大伯母。哎，小雅，快给你堂姐开门。谁是我堂姐？哎，她呀。我不认识她。不认识？你这丫头，该不会是说谎吧？小丫都说了不认识你，该不会是特务坏分子吧？一定得把他抓去大队部，好好审问一下。大家快将他抓起来！婶子，你听我解释嘛。我大伯来这儿的时候，连媳妇都没找呢。香丫才几岁啊，他肯定不认识我呀。哎，也是啊。你们都在这干嘛呢？杵在我们家门口。大伯。哎呦，你看，大伯，难道是我的极品娘派来搓磨我的？我是七七啊。我听说你们乡下比较缺锅，所以我专门从城里给你带了一口大铁锅，还有这些厨具、镰刀，都是给你带的。这可是好东西啊！这姑娘千里迢迢来给我送锅，分量还不轻，我竟然怀疑她，真是该死！啊，哎，七七。来，快进屋！你大伯母在家里。来，看人家真认识，可不是你说的那样。对呀。来，秀秀，快出来！哎，你看我弄什么好东西？哎呦，新的大铁锅！哎呦，老林，你这是从哪儿弄来的？我侄女从城里给咱捎来的，还有那干农活的趁手的工具呢。哎呦。这怎么一身都湿漉漉的？淋着雨来的？这刚出城的时候遇到了下暴雨，今天是周末，明天礼拜一我还要上学呢，所以我就硬着头皮找过来。哎呦，老林啊，你别抱着锅了，你去给七七烧水，我呀给七七找身干净的衣服，咱先洗个澡再说。谢谢婶。我这就去。哎，别忘了弄个火盆。哎，好。伸手不打笑脸人，看来拿种子的第一步算是过了。你从哪儿来的？新意市。城里好玩吗？不好玩。还没乡下好玩呢！你骗人，乡下才不好玩呢。爹忙，娘还要干活，哥哥还要一边上学一边干活。小雅，你哥哥呢？怎么也没见着他？哦，哥哥和别人去钓鱼了，你可别告诉我爹啊。行。柱子哥，我哥呢？我不知道。有人掉河里了！有人掉河里了！哎，你们几个别跑，站住，都不准跑，快走！
快！救命！救命！哎呀，哎呀，这做啥呢？咋把人按在地上做那种事？就是啊，赶紧把他拉开呀！都给我闭嘴！我救人呢！哎呀，哎，看这孩子还真可怜呢。我怎么了？晨晨，晨晨，快！哎呦，晨晨，哎呦，晨晨，没事吧？啊！哎呦，谁让你们带晨晨来这玩的啊？看他成什么样子了！要是有个三长两短，我饶不了你们！你怎么不告诉家里就出来玩了你？大伯母，要不咱先把孩子带回去吧，烤个火，喝点姜汤暖暖身子。晨晨他一定也吓坏了。快走！走，姐姐，咱回家。走。昏迷中，我隐隐约约记得是这个姐姐救了我。这个姐姐这么好看，一定是天上的仙女。哎，孩子们都野惯了，但是还小，都不知道该怎么办。那个大伯，您不是在部队当了10几年的兵吗？你们部队是怎么训练新兵的呀？不如您就将这些小孩子们都收到你的民兵队里，好好操练操练，让他们也学一学军中的纪律和作风，还能顺便帮你们干活呢。还是七七有办法。好，你们啊，先别说话了，快来吃饭。好，走。来，吃饭喽！哎呦，来，嘿嘿。来，七七啊，敞开肚子吃啊！哎，谢谢。哎，七七啊，这是你买锅、买斧头、买镰刀的钱，也不知道够不够啊？你先拿着，等大伯有钱了再给你。大伯，那些东西都是我拿过来的，这钱我不要。哎呀，七七，我们知道你是来帮我们的。大伯呢，在乡下也不能让你吃亏，但是我就这点本事了啊，拿着。大伯，这钱我真不能要。你要是非想给我点什么的话，就给我点种子。种子？你要种子做什么？我们学校不是让学生自己种菜吗？我又是小组长，我就想着先在家里实验实验，到时候同学问起来，我也能说出个一啊。行，什么种子都行吗？什么种子都行。好，那你以后有什么事儿就找大伯啊。你这丫头，大伯认下了。快吃，快吃饭，吃饭。来，你也快吃。你俩也吃啊。哎，丫头，过来。你那有没有多余的锅了？你要买锅？哎，对。你跟我说要拿什么坏，我想要个锅。我想要小鸡苗和猪崽子。要那些东西干嘛？又吃不着几口肉。我自然有我的用处。小鸡苗我能给你弄20只，但是猪崽子弄不着啊，都是任务猪，除非得了猪瘟的猪崽子你要。猪瘟啊！我们大队有一只老母猪得了猪瘟，准备送后山去，不过你得下手快。为啥？这年头，那得了猪瘟的猪也是肉啊，谁不想好好吃一顿？这是会死人的。那谁知道呢？说不定死不了嘞。那猪崽子啥时候能有啊？这我不知道，要不你跟我一块去看看？好，走，走。
丫头，待会儿别嫌脏，别嫌臭啊！脏臭？我穿越过来之前学的可是兽医，那些词对我来说早就不存在。婶子，你咋来了？这丫头城里人，她不知道猪长啥样，想到咱猪圈里看看猪。那个发瘟的母猪下崽了没？哎，还没呢，也就这2天的事儿。咋这么慢呢？婶子，这是单独的那间猪舍，这是要生崽子了。这是好事啊！快带我们去看看。走。你们赶紧准备一下，这是真的要生了。真要生了？这我得去通知大队长才行。婶儿，你帮我看一会儿，我去村部那里看看大队长在不在那。快去吧。婶儿，有没有干净的剪刀和布啊？你不会真要给那个老母猪接生吧？它发了瘟病，我们都不敢进去啊。这么脏，难怪没人敢进，还嚷嚷着想要吃瘟猪，想得美！婶儿，我之前呢看过一本畜牧局发的养猪的书，上面有教怎么接生，您快去帮我准备准备我要的东西。好竟然没有一块能放崽子的地方。丫头，我去别人家借的，俺家没有，所以耽误了一会儿时间。小猪崽子也发瘟了！这种脏乱差的环境下，小猪崽子都被影响了。丫头，你快点出来吧！你别让他给你染上病了。给丫头，你那个锅还算数吗？算，除了那20只小鸡苗，你还得再给我20斤麦麸。你说你家有大米，那有没有稻谷？发了芽的那种更好。再给我3斤发芽的土豆。我那儿还有2双劳保手套，一把锄子，一把锯子。行，那就那么定了。你赶紧回家吧。这个老母猪和这些猪崽指定是不能要了。你回去千万别跟人家说你给老母猪接过生啊！回家赶紧洗个澡，这可是要命的事儿。好。也想要碰碰运气，没想到运气竟然这么好。这一波狗的真划算，这些猪崽子长大了，这个都是我林七七的财富啊！眼下这空间里还是缺食物，就等种子了。什么东西啊？不是吧，我怎么把人给打了？救命！有没有人？有人晕倒了！救命！有没有人？这是怎么回事啊？谁晕倒了？这怎么了？这是？看看。哎呦，这咋回事啊？没有气儿吧？丫头，有没有看到什么袭击王老头的人？没有。
那你有没有看到什么可疑的人啊？也没有。哦，我就是想在这附近转转，看看有没有蘑菇和野菜可以采的。结果这蘑菇也没采着，野菜也没采着，还捡了个人。哎呦，行了，先背回去再说吧。来，帮忙，来，搭把手，搭把手啊！哎，背上，快！好。哎呀，慢点啊！来，慢点啊！走。哎呀，也不知道这个王大叔啊是从哪来的，在村里边10多年了。10几年啊！解放前，我不会是打到什么大人物了吧？估计啊是战争逃难过来的，人也疯癫。他这个户口都是村里边人给他上的，王大根这个名字也是村里边人给他起的。那没有人管他吗？哎，管不了，到处乱跑，还拿棍子打人。哎呀，大家都说他脑子坏了。那没人带他去看医生吗？哎呀，大家都挺不容易的。大队长能负责他吃喝，但是你也不能无限制的帮他。哎，这一次啊，这也不知道是哪个狠心的玩意儿，将他打得这么狠。要是让我抓住了，不放过他。七七，你怎么了？我看你这脸色不对啊。没事，就是觉得他挺可怜的。哎，这回来的任务是找一位数学专家，将人送到大西北，配合那边做一个重要的科研项目。这位专家呢，曾在民国时期出国留过学，师从 M 国的一位数学菲尔兹奖获得者。而就在建国前夕，这位专家突然失踪。前段时间，有人调查出他人很有可能就在新玉市，而最后消失的地点正是怀化公社。所以，我们一定要找到人，保证完成组织上的任务。七七，来，这是辣椒种子，这是发了芽的土豆，你回去找个土盆就能种。谢谢大伯，您真是帮了我大忙了。哎呦，你客气什么呀？七七啊，你是不是该回去了？啊，不是大伯撵你走啊，我们呢也想你多待些日子。可是你看现在村里边的事情还不知道什么情况，所以……好，大伯，我不会多想的。那我给你去准备点东西，路上吃。王爷爷，实在不好意思啊，打你这件事情是我不对，但我真不是故意的。等下回来，我专门去看你，给你带点好吃的，就当是赎罪了啊。我在脸上抹了厚厚的泥，在这个时代，太白太好看，只会成为众矢之的，要苟住还得隐藏一下。这是什么情况？七七同志，不对啊，小说里做坏事的不是我，是赵福生。再说，我又不是真的小说女配，赵福生和女主联合设计，我不能反杀吗？反正我现在有空间，怕什么？七七同志啊，你这背的是啥？味儿咋这么冲啊？香椿芽呀！你弄这干嘛？养猪？城里不养猪吧？你是不是搞错了？谁说这是喂猪的？这是给人吃的。炒鸡蛋、炒豆腐都很香，真是山猪吃不了细糠。你嫌弃他，他还没嫌弃你不会吃呢。上次忘了问了，这位同志是周远山。这不就是小说男主吗？还有，他刚刚主动告诉我他名字啥意思啊？不对啊，你们怎么还没走？我们刚忙完手头上的事情，就看到你过来了。换言之，就是巧合，但是哪有那么巧的事情？哎，周大哥，你刚刚干嘛不让我告诉七七同志？咱们是专门等他的。
有什么好说的？这怎么就没什么好说的呢？这可是好人好事啊，任七七不得记着我们的好？你还想要奖励啊？不，有趣。云书中，林青青得知市棉纺厂办公室招工，在招工考试胜出拿到工作，但她没有高中文凭，不符合条件，于是将工作卖给了程小野。表面是小事，实际关乎二哥林青云的命运。程小雅将二哥耍得团团转，最后还冤枉他耍流氓，最终卧轨自杀。不行，必须让林青青的工作泡汤。他考不上，就搭不上程小雅这条线，二哥就不会栽在他手上。你这个死丫头，你这一天都死哪去了？你还知道回来？你死在外头去吧！给我滚！奶，我跟同学约好，我去挖野菜，这是我采回来的香椿。好好反省自己的错误，今晚和明早的饭都你做。娘，今天隔壁老孙家都去买肉了，而且还买了4两带皮的大肥肉。你说咱家又不是没发肉票，你怎么不让我们排队去买肉？爱吃不吃，不吃滚蛋！我爹吞了23次口水，我娘也咽了16次口水，这日子是真艰难啊！看来要离开这个吸血鬼家，必须要提上日程。来了，七七，二哥，你七七，二哥你先说，七七你先说，还是你先说？我朋友昨晚瞧见林青青去粮食站排队了，帮老太太买了粮食，还帮她扛到了家里。这林青青倒是善良，帮人帮到底，送福送到西，隔了1天还帮人家的忙。他善良是他的事儿，咱们不掺和就行了。这事没那么简单。再说，我托人打听了那老太太的来头，她是市棉纺织2厂后勤处主任他娘。我猜林青青想巴结那老太太，捞点好处。你刚刚说是什么厂？市棉纺织2厂。我就说这女主怎么突然圣母附体，非要帮一个不认识的老太太，搞半天这才是原因。不行，原书中二哥就是因为这件事情开端，才导致了最后卧轨自杀。这回我一定要救下二哥。过来，哥，你有没有想过未来想干什么呀？哥，你有没有想过未来想要做什么？我现在这样挺好。二哥，我没开玩笑，我是说真的。你就没打算找份工作吗？找了也没用，最后还得全部上交。你看咱二伯，咱们全家数他挣的最多，吃的最少。咱爹妈每个月发工资，还敢偷摸藏个快8角的。你看大伯什么时候拿过？还不是咱爹妈挣的多，横竖都能攒点钱。哎呀，你个猪脑子！咱们赚钱是为了攒奶吗？找工作是为了什么？是为了我们自己。我现在还咋劝我哥奋斗？卷起来都是屁话，老林家的毒瘤不除，没人能爱你。哥，咱要是将咱奶踢出去，自己赚的钱自己花，你还打算找工作吗？妹妹，你没事吧？这也没发烧啊，怎么年纪轻轻就开始说起胡话了？反正我现在有空间在手，还意外获得了不少好东西。现在当务之急，必须离开这个老林家，这样我恶毒女配翻身，才不是全无指望。哥，你有没有想过，咱奶迟早有一天，只要咱们在这个家1天，那小叔是谁的责任？咱爹那一把
已经被咱俩拖累了一辈子了，咱们被拖累了半辈子，那小叔又要拖累咱们另外半辈子。再说到孩子，万一小叔以后有了孩子，咱们也有了孩子，那孩子的孩子，孩子之间孩子啊，这不是毁了子孙后代吗？这比断子绝孙还恶毒。哦，妹妹，你说怎么办？那还能怎么办？那我们就只能给自己谋一份好前程，找个好工作，再慢慢脱离咱奶和小叔呗。哥，你有没有想过自己想干什么呀？我想去铁路局，如果能随火车就更好了。行，那你既然已经想好了，那你就去铁路局问问，看他招不招人。如果在铁路局有不想干或者想换工作的，要是能换工作就好了。唉，可是我们这里哪有好工作可以换？有的。妹妹，你这么有把握，哪里来的工作？当然是从女主那里抢来的工作呀。市棉厂的招工要求高中学历，但是我没有，唯一的办法就是拿到前2名，然后将这个岗位卖给别人，到时候既能得到一笔钱，还能再交到一个朋友。现在只能祈祷一切顺利，要是顺利，就是我改变命运的机会。林青青，这不是你筹划多天的岗位吗？我林七七来了，工作岗位拿来吧你！看到你名字没有啊？啊，你看看，说这行不行啊？一起去上班啊？我看这事儿也悬再找找呐。没有林泉的滋养，林青青现在可没有享受里的经验，哪怕只穿了一件由普丁洗得发白的旧衣服，也是人群中最特殊的那种，给人一种出水芙蓉的感觉。现在的我一定要考上，拿到前2名，这是我人生中为数不多可以改变命运的机会，必须要牢牢抓住。冉冉，你准备了2个月，这次考试肯定没问题。瞎说什么呢？这种关系户竟然提前2个月知道消息了，硕士还知道这次考试的答案。不行，我一定要考上前2名，不能冒这个险。这就是原书中说的程小雅，看起来贵气。原书中林青青考到第2名，拿到工作，因为没有高中学历，就将工作卖给了程小雅。哎，你好，你也是来参加招工的吗？你叫什么名字啊？我叫程小雅。我叫林青青。程小雅由此和林青青关系很好，也就是因为程小雅最后污蔑我二哥猥亵，让我二哥根本不知道如何辩解，选择卧轨自杀来证明清白。哎，咱们去报名吧。好啊。哎呦，我们也去排队吧。啊，一会儿名额没有了。我叫林青青。我叫程小雅。哎，走。你好，报个名，林七七。但是现在，林青青，你的克星来了。这个岗位，我林七七势在必得。来人啊！有没有人啊？来人啊！你怎么了？我刚才上厕所，不知道谁往我身上泼了一桶水，门也在外面被抵住了，我好不容易爬出来了，求求你，求求你，救救我！考试就要开始了，他浑身湿透，根本没有办法考试，肯定是被人算计了。哎，那个，你等我一下，我去找人给你开门拿衣服。好，领导你好。刚刚有位女同学在厕所里面被人泼了一身的水，现在浑身都湿透了，这样子肯定没有办法考试。怎么会有这种事儿？来，厂里有备用的职工制服，你跟我去拿。哎，好。准备怎么样？哎呦，
你就看我这个考，一定好好考。准备怎么样啊？他竟然没事儿，谢谢你，我叫周冉冉。好好考试，别让耍诈的人奸计得逞。救他的那个人怎么看起来那么眼熟啊？要是让我知道是谁，我一定不会放过他。怎么了？哎，你好，我之前在考场外见过你，你怎么换了身衣服呀？我们家冉冉上厕所被人泼了一大桶水，差点耽误考试，也不知道是哪个缺德玩意儿，自己没本事，专做这种下作事，恶不恶心呀？我反正咒那个人不得好死。哎呀，走吧。哎呀，哎，丫头，你可算来了，我都等你好久了。哎，你要的东西我都给你带来了，哎，快！哎，怎么样？不错。哎，小鹅小丫头啊，白送你了。哈，丫头，我锅呢？你等我一下。好。哎呦，大铁锅，锅中见呐！我走了啊。种稻谷、养牲畜，这些都需要时间，现在都指望不上。这狗日的生活什么时候才可以变好啊？我什么时候才能吃上肉啊？这往我身上装雷达了吗？怎么又碰上了？君子不识嗟来之食，可我不是君子，是女反派。四舍五入就是小人，既然是小人，那就得自私点。周同志，那我就不客气了。吃吧。这简直就是人间美味，我差点哭出来。琪琪，要不我们一起去吃饭吧？我就不去了。行，那你下次想吃肉了，记得来找我。什么？男主周远山居然主动要做我的肉票，不应该啊！这个我拿走了。为他疯，为他狂，为他狂撞大墙，这不是女主剧本吗？我一个恶毒女派搞错了吧？不行，绝不能太注重狗才能活得长久，省得被什么脏东西惦记上，弄到老太婆那，没准就把我给嫁了换彩礼。周远山，他一定是太善良，见不得人间疾苦，一定是这样，一定是这样。哎，周大哥，怎么没见西西同志过来？没道理呀，这国营饭店的红烧肉可是人见人爱啊！啊，哎，不是今天不是放假吗？忙啥呀？哎，说实话，我还挺喜欢西西同志的，又聪明又果断，真挺厉害。那天，七七同志不喜欢你，让你查的事情怎么样了？查到了，江博士在怀化公社杏花大队。好，下午去查。不行，我打听了，杏花大队最近出现了一起袭击事件，咱们不能再打草惊蛇了。不过我认识一个人，叫林青青，他大伯是杏花大队的，说不定能帮我们。这事儿还得隐秘的方式进行。咱们抓的那些汉奸可都交代了，钢厂、发电厂都有他们的人，但联系是单向的，上头联系他们。这次他们任务应该和咱们一样。行，我负责钢厂，你去发电厂。
这人要找，毒了也要清楚，最好两者同时进行。我们要将汉奸挖出来，也要将江博士顺利的送去研发部。这件事情于国于民都是大事，我们必须万无一失。哎，你个死丫头，这一天死哪儿去了？该做饭了才回来。奶，我都去看过了，今天的那些都是小打小闹，明天才是重头戏。明天有那不要票的糖，您可得把钱准备好。糖？不要票的糖？真的假的？当然了，我骗你干啥？只不过想要糖的话，就得拿户口本去换。糖当然是在我，别说没有，就是有，我能抢到。但是为了户口本，我林七七想办法也能将糖搞来。你个臭丫头，不会是骗我的吧？奶，我哪敢骗你啊！哼，谅你也不敢。告诉你，臭丫头，要是明天你拿不回糖，你逃得再远，我也有办法弄你。要是拿回来糖，就直接给天宝，记住了？记住了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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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奶。这个林老太阴私狠毒，为了林天宝，什么事情都做得出来。看来必须要想一个万全之策，才能让全家顺利脱离这个吸血大家族。姐姐，这是红烧。嘘，进去。两位哥哥，红烧肉。我这两个哥哥本事都不小，只要他们站在我这边，我逃离林家的计划就成功了一半。这下我就是来当说客。一人3款，剩下的我给爹妈送过去。第一国营饭店的红烧肉，你咋知道？我自然知道。你那些狐朋狗友请你的吧？哎，亲妹妹想骂两句还不能骂，就狐朋狗友咋了？大哥，快来吃啊！这红烧肉哪来的？这么一盒红烧肉，少说1斤以上。我不认为你有能力从老太太那偷来肉票，你要是有这本事，都上天了。别人给的。男的还是女的？代价是什么？现在是饥荒，也不是没有人为了一口吃的被人骗。大哥这是在关心我。男的。大哥，我话还没说完呢，您先别动手嘛。我话还没说完呢，您先别动手嘛。大哥，有话好好说。这，你打我也别打我的肉啊！想我林青书可是黑市一霸，现在亲妹妹竟然去找男人才能换来红烧肉，我林青书这样拼命，到头来是为了什么？林七七，你给我解释清楚。好吧，我交代。我上个星期天去找咱大伯了，向他取经，怎么脱离咱奶？你去找咱大伯和这盘肉有什么关系啊？我就是在去的路上遇到了2个开卡车的民兵小伙子，然后顺便呢教他们怎么把车从泥潭里拉出来。他们为了表示感谢，就给了我们这么一盘红烧肉。大哥，你说你小题大做干啥？闭嘴！哎，你放心吧，只有这次，没有下次。以后要什么，和我说。好，知道了。哎，大哥，我知道你对我最好了。我听你的，以后绝对不随便拿别人的东西了。
自己的亲妹妹差点被人骗走，这个家里的这些阿杂事我可以做，二弟可以做，唯独七七不能做。这些肉你都吃了吧？大哥二哥不饿。大哥是心疼我，所以把这个红烧肉都给我吃。这个不行，我林七七才不吃独食。大哥，你后面有个蜘蛛。味道还行。看来我大哥也不是真的凶啊。娘，哎呦，七七，哎呀，爹，娘，给。哎呦，七七啊，你这孩子，都是你爹没本事，没能给你更好的日子。爹。娘，这个是我拿来让你们补身子用的，你们快吃，可千万别被我奶奶发现了啊！快吃，吃啊，来吃。你们放心吧，总有一天我会带着你们一起，一家五口整整齐齐的离开这个吸血的大家族，过咱们的小日子。投喂完两哥哥，又投喂亲爹亲娘，大晚上的又收获了一波崇拜，现在也该盘算我的粮食了。陈嫂还真是爽快，看来想要丰收的话，就得快点干活。哼。白天我得想办法斗元女主，斗极品林老太，想办法帮一家人逃离这吸血的大家族。夜里我又是勤勤恳恳的打工人，喂猪喂鸡喂鸭，还要打理田地，累得跟狗一样，这还真不是人干。今天就是市棉厂放榜的日子了，那也是我收网的时候。哎呦，今天人和昨天一样多，不过他们肯定考不过冉冉你。梦梦，别乱说，大家都有机会的。什么呀，冉冉，你准备考试比他们早啊？梦梦，别说了。这个秦梦和周冉冉真是有意思。秦梦看起来替周冉冉说话，可是却明晃晃给周冉冉树敌。干嘛呀？干啥呀？真是的。哎呀，林七七，你怎么会在这儿啊？林青青，你咋也在这儿呢？我还想问你呢。你少糊弄我！林七七，你抢我东西！我好不容易得到这次考试的机会，你又来干什么？想破坏我好事是不是？你是香饽饽吗？我还非得跟踪你？那你说你是来干嘛的？你管我来干嘛的？这又不是你的地方，我想干嘛我就干嘛。赶紧走，这里不是你该来的地方。我必须赶在考试成绩公布前将林七七赶走，不然林七七要知道我在这里考试，并且得到工作机会，那这件事很快就会传到我奶那儿，绝对不可以。你凭什么让我走啊？哎，我不该来，这就是你该来的地方。林七七，你到底来干嘛呀？你是不是一定要看到我不好你才开心啊？我劝你
不要对我动手动脚的。哎呀，毕竟呢，你的秘密我都知道的清清楚楚。秘密？他知道我什么秘密？我没有上高中，林七七比任何人都清楚。他如果将这件事宣扬出去，那我就算考试再好，也会被除名。林七七，我们讲和吧。之前是我不对，但是你也没有损失，难道不是吗？损失？如果我没有抢走那块玉，现在你早就开挂了，最后死的是我全家。现在还说我没有损失，不可能！你作为原女主的一切，我都抢定了。来了，快看！来了！谁是第一啊？天啊！哇！哎呦，前10名：林七七、周冉冉、林青青、启梦。前面几个听名字都是姑娘，这都是考得好的。是啊，不像我家里传林七七知道没考好，第1名，这不可能！他怎么会参加考试？我昨天根本没见到他。好好考。林七七，怎么会是他？他上回抢走我的玉，这回还要抢走我的工作吗？林七七，周冉冉，录取名额就只有2个，我怎么可能会是第3名？妈呀，这不可能！这工作我也没有得到。这姑娘干嘛呢？怎么有人晕倒了？这一场怎么回事？这是赶紧送去治治。怎么回事啊？没事没事吧？要不要治啊？这太伤心了。身体怎么这样？是时候让二哥找到工作，先脱离林家。冉冉，我就说你行吧，他们都比不上。梦梦，别乱说，我这前面不是还有人吗？林七七，她会是昨天帮我借衣服的那个女同志吗？要是能再见，我定要当面好好感谢她。那是他运气好。冉冉，什么都别说了，你赶紧进去办手续，别待会儿有人搞名堂坑了你啊！哥，怎么样了？东西都带来了吗？带来了。行，咱们现在呢就去找那边的领导，待会儿你就说你是我姐夫，这工作得给你，然后呢你把这个工作再给我哥。行。孙主任您好，我是这次考试第1名林七七，这是我的证件。恭喜你啊，小姑娘，考得不错。不过有什么事情吗？孙主任，我考上这个工作是想转给我的姐夫柳元浩。哦，你确定？工作是你自己考的，你想给谁是你的权利。不过最好在录取通知书公布之前改，会省很多麻烦的。我确定，孙主任。把你的资料拿来我看看。哎，行了，柳元浩同志，3天以后来工作吧。哎，谢谢。哎，谢谢孙主任。哥，明天林同志和我一起去单位办交接，3天后什么都换过来了。行，那就这么说定了。太好了，七七，你真是我的好妹妹。大哥昨天已经叮嘱过我，七七现在已经是大姑娘了，在外面需要注意影响。妹妹啊，二哥在心里抱你100次了。林七七，糟了，当年就是因为林青云转身看到程小雅第一眼，马上沦陷了。要是二哥看到了程小雅走圆剧情，那我岂不是白忙活了？
真是我的好妹妹。连七七，二哥不准看那个女同志，我就不帮你搞工作的事。好，不能看，不能看，看到工作就会丢掉。这事儿我林青云还是能拎得清的。想不到二哥也是一个事业男。我们去那边聊聊。有话直说，我喜欢在这儿晒太阳。你能不能把工作卖给我？你放心，我肯定不会亏待你的。我给你500块，外加200斤粮票，再给你一些副食品票证。行吗？不好意思啊，工作我已经卖了。卖了？上一世我在林青青这里买到工作，2个人蛇鼠一窝，用流氓罪将我二哥害得卧轨自杀。但是我林七七来了，还怎么可能让你们得逞？你卖给谁了？不知道，反正有人要买，我就卖了。你是不是傻呀？一份工作你随随便便就卖了？你不也是来找我妹妹买工作的吗？你能买，别人为什么不能买？你还能找到那个人吗？我想从他手上将工作买回来。晚了，名单已经交上去了。妹妹，我不是故意的，实在是那个人太气人了。原剧情中，林青云可是见到程小雅就认为她天真活泼，美得就像是人间的仙子，恨不得将自己的心都挖给她。二哥，你觉得她可爱吗？七七啊，我的好妹妹，你可别污蔑你二哥了。这个人说话那么嚣张，一看就不是什么好东西，又蠢又恶毒。妹妹，论可爱，只有你可爱。我们不理他，二哥听你的，绝对不多看他一眼。这傻哥哥倒是能处，狗命和谈恋爱只能选一样。这回看来二哥安全。走吧，二哥。大哥，你是不知道，小妹可厉害了，可是考了第1名呢。之后只要换了正经工作，以后我就是有正经工作的人了。就一个工作，还要你妹妹帮你筹谋，还真是不害臊。其实这些年我在黑市已经攒了不少钱，但是因为害怕尹老太搜刮了去，一直将钱藏在黑市，根本没想过帮我们一家子做点什么。倒是妹妹七七想着帮我们一家子离开这个吸血的林家，这本来就应该是我这大哥做的事情，现在竟然要我的小妹去做。林青书，你真不是个东西。七七，看看这个，喜不喜欢？大哥，这是给我的吗？我很喜欢。好看吗？我林青书这些东西要多少有多少，她是我的妹妹，竟然因为一个这个东西就这样欢喜，我这当大哥的太失职了。之后这些东西我能带多少就带多少。为什么林七七会是第1名？他还帮了朱冉冉，要不是因为他，这工作会是我的。小姑娘，你昏迷了，我给你检查了一下，你有些营养不良，眼下日子难过，你也别太饿着了。你吃完了就回去吧。谢谢你了。客气了，棉纺厂的这个工作不好找，你也别灰心，多看多找，总能找到一个好工作的啊。工作到了林七七手上，这对我来说也许是件好事。林七七念过高中，她拿到这份工作名正言顺，不用担心被人举报。只要我告诉她，她将来考上大学能分配更好的工作，这份棉纺厂的工作对她来说就没有用处，她一定会让给我的。这样一来，我还能直接上岗，倒是更好。而且
只要我有了一个工作，到时候想要搞林七七，还不是易如反掌？林七七，你给我等着吧！二哥，你说这柳元浩靠谱吗？会不会出什么幺蛾子啊？放心吧，妹妹。来之前，他给我写了保证书，保证会把工作转给我，只说是自己考上的，之前没工作，不会给咱们惹麻烦。如果他做不到，我就跟他拼个鱼死网破。那就好，那就好。哎，不过就算这样，咱们还是有一场硬仗要打。二哥，你准备什么时候把户口迁过来？七七，现在就让老二把户口迁过去，会不会惊动咱奶？要不咱暂时先不迁，反正也不急。不行，你那粮食栏月末就会增长，到时候咱奶肯定有所察觉，那就来不及了。只有现在把户口迁出去，再上了火车，到时候天南地北，就算他发现了，也没有任何办法啦。我这妹妹现在为了一家过上好日子，思虑周全，倒是让我看到了希望。七七，那你打算怎么做？我需要接到的介绍信拖住咱奶，但是听说现在这介绍信特别缺。想写多少写多少，想要多少有多少，要是不够，哥再给你整。妹妹，大哥和我的本事大着呢，你只要有需要尽管张口，我们都能给你想办法搞到的。原来这就是靠着家里人开挂的感觉吗？太爽了！我也要！大家不要急，不要来打，一个一个来，都别抢！大家领着介绍信一个个来，都别急！为了能够拖延我奶，这可是我林七七带领一家离开林家的第一步，我林七七必须拿下！别急，都排好队，别急！我这有看，我这介绍信啊！我也有介绍信！不要再挤了！别介绍信啊！让一下！我先来！我先来！我有介绍信！我先来！别急了！我先来！我有！我先来！给我！你这趟百货大楼之行真不容易，不过搪瓷、水缸、肥皂、白糖都齐了，这下应该能糊弄老太太，给二哥迁出户口争取时间。希望二哥明天能顺利把手续办好，一切尘埃落定。七七，我等了你一下午，你干嘛去了？我等了你一下午，你干嘛去了？去供销社和百货大楼，今天有个特供，你不知道？我知道你得了份正式工作，很高兴。你想过没有，如果让咱奶知道，你这份工作可就泡汤了，说不定他会把你这个工作卖给别人，又或者直接让小叔顶替你的工作。你继续说，我听着呢。七七，我们之间本来就没什么矛盾，我可以不计较当初三叔耍诈让你念高中的事情。你能不能让我一次，就一次，将这份工作机会给我行吗？等你大学毕业出来，分配的工作只会比现在更好。可我呢，像我这样的初中文化，大家都瞧不起我。七，咱奶偏心小叔，到时候你大哥也能顶替我爹的工作。只有我们两个女孩，咱们两个互帮互助，行吗？果然是女主，这演技真是收放自如。你发达了，想要的可是我全家的命。我林七七要狗命，圣母心可一点要不得。说完了吗？
林青青，有时候呢，我还挺佩服你的。你明明就不喜欢我们一家人，还可以装作若无其事的样子，但凡涉及到自己的利益，却又可以立马见风使舵。不过堂姐，你也有点太拎不清了。我能上高中，一是我是凭自己本事考上的，二是我爹宁愿得罪咱奶，也坚定的要让我上。你没念，一怪老太太不肯出钱，二怪二伯不肯豁出脸，这不能怪我，这机会又不是我从你手上抢来的。咱老林家的祸根在哪，你很清楚。你针对我们三房，不过就是想挑软柿子捏罢了。你不喜欢我，我也不喜欢你。对不起，之前都是我的错，是我冤枉了你。七七，就当我求你，也不行吗？不行。林七七，既然我好好的求你，你不答应，那行，咱们俩就鱼死网破。这份工作，你我谁也别想得到。奶，今天五一特供，看，这些都是我抢来的。干得不错，拿2个鸡蛋，给天宝做荷包蛋，多放点糖，使劲儿放。行，户口本既然已经到手，那这分家我林七七势在必得。现在这个时候，只要瞒过我奶工作的事，二哥迁走户口就万无一失了。奶啊，我有件事要告诉你。有什么事就说，说完了赶紧去干活去，别在这偷懒。七七，他考上国营厂正式工了。你说什么？嘿，你个死丫头，胡说八道什么呢？七七丫头哪有那本事啊？人家国营厂那是啥？你以为是农村大集呀？看上去就去了？奶，我没撒谎，是真的。一开始我也不敢相信，直到我真的见到了七七，是真的，我亲眼所见。您相信我。你昨天怎么不跟我说？我昨天不说，是因为我想让七七自己开口坦白说，但等了一晚上，到今天早上，她也没开口。我看七七一会儿根本不是去上学，而是去交接工作。她想脱离我们老林家，她敢！你竟然敢背着我去考工作，你翅膀硬了是不是？好，这林青青就是一个只会将刀捅向自己人的刺客，竟然敢在林老太面前说小话，真是上不得台。林青青，你非要做这种背后捅刀子的事情吗？我林七七绝对不是那样的人，你够了啊！你有证据没有？市棉厂外的公告栏都还没撤下来呢，我亲眼所见。奶，你去看看就知道了。够了，都给我闭嘴！林青青，你要是被发现私自去考试，也难逃咱奶的责罚。你非要走到这一步吗？我可警告你啊，小心搬起石头砸自己的脚。林七七，你少吓唬人啊！我亲眼所见还能有假？到时候被咱奶刁难的，只有可能会是你和你们三房。哼！奶，如果我说的都是真的，可不可以把那份工作给我？我保证以后每个月工资都上交。三房这么好吃懒做，小叔怎么好指望他们呢？奶，要是工作给我，我会照顾好小叔，你以后也没有后顾之忧了呀。好，那就按你说的，工作给你，以后你伺候你小叔一辈子。如果青青丫头说的是对的，林七七，你们三房就给我等着吧，干活！林七七，你和你们一家子就等着一辈子被老太太吸血吧，我林青青的好日子在后头呢。奶，你看，招工考试第1名就是林七七。招工考试第1名就是林七七。你个死丫头，你连我你都敢耍！
看我不打死你！打死你！奶，你打我干嘛？是不是因为我老太婆子不认字儿啊？你给我好好看看，看清楚，上面哪有林七七的名字？这不可能！你看，我都提醒你了吧，你还非要来。这下好了，搬起石头砸自己的脚。奶，肯定是出什么问题了。七七他肯定是把工作卖出去了。咱们可以找这个柳元浩问问是不是七七把工作卖给他了，或者问问这个周冉冉，昨天七七的名字跟他在一起，他肯定有印象的呀。哎，林青青，你别在这颠倒黑白。你以为大家都跟你一样闲啊？还随便找人就能找到呢？不是吧？这女主光环也太强了吧！女主想要的东西真是次次都有啊！是她，我在厕所帮的那个女同事，肯定是认出我了。周冉冉，你快告诉我奶，昨天和你一起被录取的第一名是林七七，不是柳元浩，你快告诉我奶啊！快告诉我奶啊！你说什么我不知道，什么林七七，我不认识。奶，你看，就是林青青，她在这儿胡诌，还想污蔑我。你撒谎！你昨天明明在场。我警告你，不要再靠近我，要不然我叫保卫科的人了。林青青，第3名，很好啊！你居然敢背着我来考公，你是不是想离开林家了啊？不是，你听我解释啊！现在跟我回家！林七七明明就考了第1名，林七七，你明明就考了第1名，就是故意的，你就是想看我出场，你给我等着！林七七，让你背后找我麻烦，活该！妹妹，搞定了，全都搞定了。柳乘务员把工作全让给我了。好心浴室和护士这条线，明天就发工资，1个月36块半呢。哦，还有户口本、2本、副食品本、每本全都转出来了。太好了，二哥，恭喜你！妹妹，谢谢你，要不是你，二哥我现在还在浪费时间呢。这是家里的户口本，给你。哥，林青青的户口怎么不在这个上面？当时我拿到户口本的时候就是这样子，有什么问题吗？女主还真是女主，竟然在那么早的时候就已经在布局离开林家了。按照原剧情走向，她赡养林老太太，却把我们3房赶尽杀绝，还真是欺软怕硬，够恶心。没事的，哥。啊，哥，这户口本是你偷出来的，跟我什么关系？琪琪，明天我就要离开了。不着急，哥，有些事情呢，要么不做，要做就得做得彻底，做得干净。哥，明天呢，你吃完早餐就去跑火车。这户口本你给咱们保管好，我相信咱们3房一定能过上好日子。走，二哥，我带你去吃好吃的。走。哎，你这人怎么插队啊？我哪里插队了？我本来就在这里，只不过刚才出去系了个鞋带，你就不让我进队伍了？怎么了？这队伍是你家开的？实在不好意思啊，我朋友可能之前没有看到你，你别生气，咱们都是来吃饭的，和和气气的行不行？是程小雅的声音，这个原小说里面的白莲花来这里是要来做什么呀？小雅没事吧？别为这种事坏了心情。没事。秦墨，周冉冉的小姐妹，她俩怎么会狼狈为奸到一块儿的？二哥，待会儿我有事儿，你就当不认识我。你拿着这钱和票，想吃啥买啥，买好了也别找我，等着我去找你。啥意思啊？听
听我的就行了啊！不行，程小雅可是女主林青青的强大助理，就是因为市民纺厂的工作，所以一步强大，没少在害我们三房上出力。我林七七来了，必须断了程小雅这狗腿念想。程小雅可是女主林青青的强大助理，就是因为市民纺厂的工作，所以一步强大，没少在害我们三房上出力。我林七七来了，必须断了程小雅这狗腿念想。他们往角落去了，八成是要谈什么事情。如果能绕回去，或许能偷听到什么。让一下，让一下！不好意思啊。真服了，在这都能遇见男主。不过正好，我躲在他后面，应该更不容易被发现。他在躲人。那个，麻烦你看一下你的2点钟方向。麻烦你看一下你的2点钟方向。那个人收回视线了吗？是个女的。没事。啊，不好意思啊。先坐吧。默默，要是拿不到工作，3天后我就要跟我爸妈去外地发展了。程小雅父母双职工，独生女。袁书中凭借这样的背景，可没少给林青青开便利。程小雅父母双职工，独生女。袁书中凭借这样的背景，可没少给林青青开便利。要是能够让程小雅去外地，林青青岂不都见不到她？林七七已经把工作卖了，就只剩周冉冉的了。你跟周冉冉是好朋友，你能不能让她把工作卖给我？价钱方面不是问题，只要你肯帮我，我一定会感谢你的。梦梦，你就帮帮我，只要你肯帮我，你要什么我都答应你。那行吧，3日后拿着200斤粮票，我们百货商场见。好，200斤粮票，百货商场见。程小雅在袁书中可是林青青最好的狗腿，虽然这次我抢了林青青的工作，没让他们勾搭上，但要是程小雅拿了工作，以后可就难说了。不行，想要狗命就不能手软，绝不能让程小雅拿到工作。哎，舒大哥，你这是吃饭？啊，我不是来找你吃饭的，这怎么说也是原小说的男主林青青之后最大的靠山。抢他男人，打他的后腿，不错，就是这样干。太巧了。这年代的人那么纯情的吗？我都没开始撩啊。不过靠近了看，不愧是原小说的男主，长得是真帅。吃饭，有什么事吃完再说。我吃了，你不就得饿肚子了？没关系，我一个人也吃不完。这年头大家都闹饥荒，都吃不饱，每个人的口粮都是固定的，他一个大男人怎么可能吃不完？就当帮帮我啊！我得让你看看，等一下，一起。好，走。小雅，我们现在去哪儿啊？我听朋友说，最近商店上了好多新货，咱们去逛逛。默默，
我还没有拿到工作，这顿饭已经是极限了，剩下的等我拿到工作才能兑现。琪琪，跟谁啊？程小雅是原书中女主的狗腿，我对她的信息倒是清楚，这个秦梦我却是一点印象都没有。秦梦就是那个穿格子衬衫那个。走。不可能啊！这种地方怎么可能有人来住呢？难道是我们跟丢了？没用的东西，连个工作都考不上！我要你个死丫头片子有什么用？干事不做贡献的玩意儿，就是养条狗都比你强！快看！你以为我想过这样的生活？你以为我想受这样的罪？还不是你们没用！你们想让我考个正式工作，你们怎么自己不去考？你还敢顶嘴？看我不打死你！别打了，妈，我错了，我不敢了。妈，我错了，我不敢了，妈。死丫头！这下手的地方居然如此微妙精准，稍用就好，但却不容易发现明显的伤痕。这一般人怎么能这样打人呢？难道秦妈是抓干净的特务？那得赶紧报警啊！他要真是的话，这次你可就立大功了。站住！站住！你们都得死！干什么？干什么？你放开我！你没事吧？星星同志，明天中午请你来我家里一趟，有些重要的事情要跟你谈。这件事很重要，可千万要保密啊，任何人都不能说，包括你的家人。好的，赵大哥，我一定会保密的。你一个人住，做饭肯定不方便吧？要不我来帮你做饭，我厨艺还不错的。那怎么好意思啊？没事儿，这点小事儿，乡里乡亲的，算不了什么。啊，我林青青现在只需要一个贵人，而赵复生看起来还有点利用价值，我只要借着他攀上贵人，到时候林七七谁也别想再阻止我。七七同志，秦妈一家确实是我们之前漏查的特务，这次你可是立大功了。我其实本想阻止程小雅找个工作，既然阴差阳错把原书中女主的一个功劳给你了，那秦梦呢？啊，放心吧，我们会盯着秦梦一家的，她暂时是出不来。那就好。程小雅在秦梦出来的时候已经和父母去外地，没想到利用男主周远山，这女主林青青这狗腿子看的是废了。七七，我送你回家吧。原书中，因为女主林青青帮警方抓到了特务，找到了物理学江博士，最后被赵福生安排了临时工，最后转正，他和周远山走到了一起，这才有了杀死我们一家人的能力。如今我已经抢了女主的金手指，抢了女主的工作，还将女主以后可能的狗腿子逼去了外地，还阴差阳错领了女主的工作。那要是再找到江博士，这女主一点威胁都没有了。七七，你别害怕，我在你后面呢。对啊，还有男主，但是这男主好像已经跟在我屁股后面了，还脸红。不过该吊着还是得吊着。这回我林七七发誓要护好一家人，带领一家人过上真正的好日子。林哥，按老规矩，钱都给您准备好了，您看什么时候方便取？
这回不要钱，换成宝石、玉器、黄金，或者是有什么毛笔字画、砚台之类的也行。您说的是那些没人要的老物件？没错，家里小孩喜欢，没办法。小孩？林哥，您结婚了？没有，你按我说的做就行。是。哎，对了，林哥，您能不能搞到粮食？布、毛毯、副食品，这些需求都小了。现在大家最想的还是先填饱肚子。我来想办法。好嘞。这金手指还真是不错呢，灵泉水加上这空间宝地，就这一点点稻谷，居然有这么多的产量，我林七七真是要发啦！这谁啊？是我。大哥，这都是给你留的。这水怎么样？好喝吧？我放了一点点糖。你买到糖了？是啊，前几天百货商店不要糖票，就凭介绍信和工作证，一人可以买1斤，我好不容易才抢到的。我林青书作为黑市第一霸，妹妹买个糖都要这样抢，万一受伤了怎么办？我这大哥做的也太不称职了。大哥，你发财了！拿着吧，以后想买啥跟我说就行。以前是大哥不好，以后不会了。这么好的大哥，在原小说里面却被女主林芊芊坑，他价格战最后赔得血本无归，从此一蹶不振，郁郁而终。现在我林七七抢了金手指，大哥应该没有危险了。大哥，我听说最近黑市是不是缺粮食啊？我其实可以……七七，你别担心，这些事情大哥会考虑，你只负责好好学习，其他的事儿大哥罩你。大哥是担心我，但是我有金手指，就必须帮大哥一把。等今晚大丰收，就去黑市一趟，给大哥送粮。对，给我看紧着点。这是黑市的看门人，看来交钱才能进去。俺是新来的。新来的，知道这的规矩不？俺不知道。交1毛钱，我负责通风报信。另外，你卖的什么，我得先看看。这黑市虽然是我大哥的地盘，但黑市却有2个门派。当年林青青就是拿粮食和我大哥合作，所以把我大哥害得这么惨。这人身份不确定，还是要谨慎。请瞧。是。
给。放心，我陈六子在道上也是有名号的，囤人货的事儿我看不出来，我就是确认一下，你是来做生意的。陈小六，约书中我大哥手下最忠心的狗腿子，就算是我大哥失忆也不离不弃，看来是遇见自己人了。这是大米，还是这么好品质的大米。还有面粉，这可都是好东西啊！妹子，这打算卖多少？卖给六子个都行。够意思。妹子，我陈六子绝对不会占你便宜，就按照黑市市场价给你算，成不？行。妹子，记得我叫陈六子，以后再有这种好货，尽管来找我，我照单全收。行。92.5块，这个真是意外之财。有了这些钱，我再也不用愁没钱买资料买东西了，经济独立的感觉真好。二哥因为工作已经把户口迁出去了，大哥作为黑市一霸，也有迁出去的门道，现在就剩爸妈了。得想个由头，给他们换个工作，再顺利的将户口迁出去。来，吃。今天我宣布个事儿，四姑给介绍了门亲事，给1万块钱的彩礼。青青丫头，这门亲事就你去吧。娘，青青不是故意的，我们赔，这碗我们赔，早饭我不吃了。这个不是我老婆子让你赔的，是你们自愿要赔的。哎，是娘。奶，我不嫁人。于书中这个时候的林青青已经因为市棉厂的工作，用程小雅的途径找到了一个临时工，由此能够不嫁人。林老太爱人不浅，只要是不能给她吸血，定是要我们姐妹2人嫁人。可惜二伯临终闻余笑，二伯母我翠衣懦弱，这原女主也是心酸啊。你不嫁人，你想在我们林家白吃白喝多久啊？你是不是想把我们老林家榨干了你才高兴？这姑娘家生来就是要嫁人的，你要想赖在我们林家的话，那就别怪我老太婆对你不客气。爹娘，你们也同意我嫁人吗？青青啊，人是你四姑给你介绍的，那肯定不会害你的啊。会害你？那男的30大几，丧偶带4个娃，最小的才3岁，据说前妻是得妇科病死，因为那畜生离约时来了都要硬逼着。人我是不会嫁的，你们谁爱嫁谁嫁，反正我是不会嫁。你不嫁，你有什么资格说你不嫁？这事儿我老婆子做决定了，明天下午6点半，那范同志就到咱们家走个过场，找个日子就把这门亲事给定了。
娘，不用这么急吧？老三，你也想多管闲事儿啊？那青青丫头不嫁，就七七丫头嫁，反正咱们林家必须要嫁一个姑娘。娘，你可不能拿我开这玩笑。我们家七七是要考大学的，我将来养老全靠这丫头了。你要是现在把她嫁出去，那以后谁给我养老？就是我们家七七要卖也得卖个好价钱，3瓜2枣就想卖我闺女，那可不成。亲爹亲娘，虽然知道你们变相维护，但这话听着太像骂人。不行，我们这些当哥哥的还没娶媳妇呢，怎么让妹妹先嫁了呢？对，要是敢娶我们七七，还没问我全都答不答应。哼，这就是被哥哥们宠爱的感觉吗？真好。林七七虽然被父母拒绝，但却好歹有人护着，还有2个亲哥哥都护着她。而我亲娘胆小，亲爹愚孝，竟然连她都不如。青青，哎，青青，哎呀，我是不是做错了？我不知道。妈，这不是为了青青好吗？你说我这每天累死累活的，工资才50、60，人家比我年轻，工资还比我多20，哎，这前途肯定是不可限量。大哥走后，这个家就靠我撑着。如果我也像三弟那样，这林家得乱成什么样啊！我呸！什么玩意儿？自己亲闺女都不护着。还是我爹我娘好。咱们家七七啊，还真懂事儿。咱二哥这2口子，这一番真情流露，不知情的，谁不羡慕他们感情好？就是一个大男人，不过就是不敢和娘对抗，让自己的妻女跟着自己受苦。咱们家七七啊，啥都别想，就是好好读书，将来呀考上个好大学，分配个好工作，你奶奶那儿，爹去处理。谢谢爹，谢谢娘。啊，就是因为三房这么好，林青青和我都是同龄人，所以在袁书上心里才如此扭曲，一定要杀了我全家吧。我林七七可不是什么好人，我绝不会给女主任何害我全家人的机会。发生这件事，林青青肯定更记恨。后面林青青的主要任务就是发现江博士，然后借助这个契机扶摇直上，那我就去抢了他这个功劳。哼！这赵福生家条件真不错，老城区大院3间房，父母和省城工作的姐姐，没有拖家带口几亿物资，这可比林老太要我嫁的范同志强太多。这位是？哦，青青同志，这位是周大哥，他有一些重要的事情想要跟你谈一下。你跟我们说的每一个字和我们问你的每一个字都要保密，知道吗？我知道。李大伯是新华大队的。没错，我大伯是新华大队的。大伯这些年很辛苦，一直在乡下种地。可惜我没本事，不然也能把我大伯接到城里来享享福。我想见见他，你有没有什么办法可以把他约出来？我去一趟大伯家。可以。这次如果能够拿大伯立功，肯定能够入他们眼。到时候我想不嫁人，找个工作，可就万无一失了。这次可是我唯一能够翻身的机会，绝对不会让你破坏。女主这人，但凡狼狈着回来，势必是找到了什么好处。看来他要开始找江博士立功了。可惜啊，这次我林七七势必走你的路，让你无路可走，顺便带着一家脱离老林家，开始新生活喽。哎呦，哥哥那家，这不是林队长家那侄女吗？真羡慕林队长啊！他家的这个真有本事啊！哦，还有这样一个城里帮衬的侄女。大伯，哎呀，青青丫头，你怎么来了？这个丫头既然是林老太那边的人，还是要小心些。
毕竟我妈这个人要是看到我在村里面过得这样好，还不知道会怎么搓磨我呢。这是怎么回事啊？对不起，大伯母，我只是想到您和大伯从城里来到农村，日子肯定过得很辛苦，所以我才……哎呦，七七来了！大伯、婶子，林七七，你怎么会来这里啊？怎么，你能来大伯这里，我就不能来？大老远来的，七七，你这孩子咋还背这么重的东西呢？累坏了吧？来，快给我！哎呦，林七七到底什么时候和大伯一家那么熟的？不对，他肯定是打听到我来故意来破坏的。那你们在这儿，我去给他们做饭去。哎，好，你们先聊着，走。林七七，你到底要干什么？我到底是哪里得罪你了吗？你要三番四次坏我的事，你和三房那么坏，怎么不一到天来把你们都给劈死？晶晶姐姐，你在外面坐会儿吧，我和七七姐姐帮妈妈做饭，等会儿会叫你的。那他为什么可以进去啊？因为七七姐姐不是外人，是我们的家人。走。为什么我每次做事，林七七都能出心来坏事？不行，我总有一种预感，这次将会是我最后一次的翻身机会，我一定要抓住，绝对不能让任何人破坏。哎呦，你个傻孩子，你是把家都搬来了？哎呀，没那么夸张，大伯母，这些呢都是学校给我分的，我不敢拿回家去，奶奶看到肯定要抢。哎呦，那也不行，七七，这东西太贵重，我们不能收。哎呀，大伯、大伯母，你们就安心收下吧。我二哥呢，现在已经找着工作了，把户口都迁出去了，还是上次看完大伯母和大伯之后才带来的好运呢。你二哥把户口都迁出去了呀？哎呦，这可是好事儿啊！好，这些呢，可都是他寄回来的粮票买的，可都是他的心意呢。大伯，您能帮我把堂姐赶出去吗？行，没问题，我这就去啊。七七呀，刚刚知道你来呀，特意给你准备了。哇！哎呀，快吃啊！来，大伯，我这会儿来是有急事找你。你说，你能不能跟我走一趟？可能要去一趟城里。去城里？青青丫头，这事儿大伯帮不了你。为什么？大伯，我是真有急事儿。青青丫头，不是大伯不想帮你，家里边这么多事儿呢，实在是走不开。此次任务极为重要，绝对不能出现任何一点闪失。目前却没有一点线索，我潜伏进门就是赵福珍等人需要接应。喂，你是哪个大队的？怎么乞讨到我们大队来了？你这介绍信有没有啊？饭。现在治安可不好了，这个人我从来没有见过，你们见过吗？这个要饭的没见过。保险起见，我去告诉林队长。林队长，你可快来啊！我们在村口看见一个乞丐，看起来鬼鬼祟祟的。哎，好，来了。哎，大伯，我话还没说完呢。哎，走，快走。大伯，堂姐，你看外面多热闹啊，我们也出去玩吧。呀，正好也能去村口看看有没有像是江博士的人。走。驾，跑快点儿！这是怎么回事啊？这不就是我当时砸到脑袋的老头吗？
你谁啊？怎么跑这来讨饭了？再不说，我可就动手了。只有老人和小孩，这人不会是来拐卖的吧？是我，周大哥。这个老人给我感觉很特别，或许就是江博士。只要立功，才能渐渐站稳脚步。林七七，你和三方就给我等着吧。你是谁？为什么来我们杏花村？我是这个村的治安大队长，麻烦你把介绍信拿给我看看。毕竟是原小说男主，怎么会这么狼狈？看他给我那么多肉票的情况下，还是帮他一回吧。大伯，这是我城里的朋友，他没恶意的。这是周大哥。哼，原来是误会。好，大家都散了吧，是误会，该干嘛干嘛去，散了散了，回去吧，散了吧。林七七，我和周大哥这次来是有正事要办，你还是回避一下吧。七七是自己人，没事的，你有什么就直说吧。还有，如果你有什么发现的话，组织上是不会亏待你的。林七七又是什么时候跟周大哥这么好的？这到底是怎么回事？为什么所有人都帮着林七七？放心吧，林青青，你是女主，我是被你害死全家的恶毒女配。你就算想要什么，我林七七都不可能让你如意。不亏我一直走女主的路，现在就是最后收割的时候了。就是，七七是一个好孩子，如果功劳是你的，谁也抢不走，我可以作证。罢了，现在不是计较这个的时候，我一定要立功，然后顺势得到临时工，这样就不用嫁人了。等到青云直上，再让林七七付出代价也不迟。周大哥，我有一种很强烈的预感，这个孩子旁边的老头就是你们苦苦寻找的江博士。这就是所谓的女主光环，就是这样一眼，竟然就能够看出来这就是江博士。这不能吧？这王老头解放之后就一直在杏花村了。这个王老头出现的时间，倒是能够和江博士消失的时间对上。就算他真的是江博士，他都吃傻那么多年了，他也没办法给国家做贡献呢。江博士是因为一路颠簸，要是能够将他带走治疗一段时间，他肯定能恢复的。你们相信我。在原书中，林青青给老头喂饱足够剂量的灵泉水，让老头身上的毒素排干净，老头恢复了清醒，回归了江博士的身份。林青青由此也开始走上了人生巅峰。原女主的路可都给我走了，说话当然只能苍白。现在走上人生巅峰的要变成我林七七了。不用那么麻烦了，我有办法。林七七，你能有什么办法？不会是看我有功劳眼红，故意想害江博士吧？王大爷，你把这个喝了。江博士，你是？太好了，我是上面派来接你的，七七同志，这次你立了大功。林七七，你为什么又要抢我功劳啊？为什么？你是不是一定要看到我嫁给那个姓范的，然后被搓磨死，你才开心啊？周大哥，我这次立功了，你能不能把我全家还有林青青的户口给迁出来，再给我爸妈还有我堂姐找个临时工的工作？我相信这对于你来说应该不是很难吧？当然，没问题。只不过救了江博士这么大的功劳，你就只要这些吗？足够了，一家人都好好的，就是我最大的愿望。林七七，你为什么要帮我？反正你已经对我造不成威胁了，翻不出话。我林七七虽然不是什么好人，但我也不想看着我堂姐和一个畜生结婚。林青青，我最后再跟你说一遍，我们三房没有做任何对不起你的事情，你好自为之吧。以后你就好好工作。江博士，我们回去休息吧。好，好，来，走。
妹妹出去了。开饭啦，吃饭喽！吃饭喽！来，大哥，来，开饭喽！来快坐哎，坐。来，快趁热吃。哎，我们现在呀，能住上这样的新房子，能过上这样好的生活，可都多亏了七七。七七呀，多吃点儿。这些饺子，这些菜啊，可都是你大哥弄来的。这些佐料啊，可都是你二哥跑火车运回来的进口货。多吃点儿，好上学。来，快吃吧。来吃，多吃点啊。怎么样？香。来尝一个。吃。来。上车吧，顺路。我林七七确实并非天选女主，但我永远发誓会让家人过上美满的日子。我也确实做到了，真好。愿屏幕前的我们都能护住一家烟火，家人闲坐，灯火可亲。